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按部就班，照着过去的规矩走，人生就能安稳无虞。我们总以为感觉是最准确的指南针，我们固执地追求年轻时完美的数字，我们拼命向外索取，把各种保健品塞进身体，但其实这都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条流淌的河流，每天的水位都在发生变化，我们的心灵也是如此。今天我们要一起解开身体密码里的迷思，我们要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习惯拿出来仔细审视，因为这些习惯可能正是潜伏的危机，只要一点点改变，就能找回生命的从容与自在。请各位听众朋友务必静下心来，仔细听到最后，这不仅关乎健康，更关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人生。在这里，我们不只谈论疾病的表象，更想和您一起用最生活化、最深入的方式，聊聊如何守护我们身体里那条生生不息的河流。今天真心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谈一个非常切身的主题，尤其是如果您正面临血压的起伏，每天需要规律的服用药物。在诊间，我们观察到许多长辈朋友正默默踩在4个极度危险的用药误区里，却浑然不觉，毫无防备。这些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生活小习惯，其实正是造成您长期疲倦，造成您头晕目眩，甚至一步步走向心脏衰竭，提高中风风险的隐形杀手。今天我们掏心掏肺，请各位务必耐着性子，仔细听完接下来的每一段分析。只要我们能发现问题所在，及时做出一点点微小的调整，您会发现要拥有一个耳聪目明、手脚灵活、心安自在的晚年，其实一点也不难。这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是我们可以紧紧握在手中的日常。首先，容我向各位提出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致命误区，那就是您可能每天都按时吞药，却从来没有养成量血压的习惯。有很多长辈朋友心里总想着，反正我有依照医师开的药单，时间到了就准时吃药，剂量上也绝对没有错，这样应该就万无一失了吧？这不是谨慎，这是一种误解。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的身体是鲜活的，它是充满生命的，每天都在变化，绝对不是一贴用了半年或者1年甚至2、3年前的处方就能永远搞定所有的状况。您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随着年岁增长，我们的肝脏它新陈代谢和排毒的能力都会变得比较缓慢一些，身体吸收药物的速度也跟几年前大不相同了。如果在这种身体机能改变的情况下，您吃进去的药量却还是一成不变，丝毫没有因应当下的体况去调整，身体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这也正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要吃得那么勤，却还是会莫名其妙的低血压，一站起来就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更糟糕的甚至被紧急送医。根据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在年长者中因为低血压昏厥送医的案例，有将近1/4竟然是因为死守着过去的旧药单，却完全没有配合居家测量血压所造成的。我们常喜欢把身体比喻成一条河流，每天的流速、每天的水量都是不一样的。今天外头热得让人发慌，血管就会跟着扩张，明天寒流来袭，气温骤降，血管就会紧紧收缩。昨晚您睡得又香又甜，隔天却可能为了点心事翻来覆去，整夜不成眠。这些生活中再细微不过的波动，全都会直接反映在您的血压数字上。所以假如您每天早晨醒来，不管今天身体的水位高低，都像执行例行公事一样，把同样的药一口吞下肚，那份风险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您开着车一头闯进了浓雾弥漫的山路里，伸手不见五指，却连导航地图都不愿意打开一样，全凭着记忆，全凭着运气在驾车，这是多么危险的举动啊！随时可能跌入万丈深渊。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才能避开这个可怕的陷阱呢？说穿了，方法再简单不过，我们只需要每天早晚腾出短短的几分钟给自己，早晨
在服用血压药之前，先安安静静地测量一次，晚上临睡前再测量一次。真心建议每个家庭都该备有一台手臂式的自动血压计，基本款就非常够用了。每量一次花不到3分钟，但这短短的3分钟却能换来您一整天的心安，帮您紧紧握稳健康的主控权。更进一步，请您务必在床头或茶几上摆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将每一次测量的数字一笔一画老老实实的记录下来。等您1-2个月后回到医院复诊，带着这本记录去见您的医师，并且别不好意思，请大方的开口问一句：依照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这些药还适合我吗？就这么简单一个提问，就能有机会为您重新把关，在最恰当的时机帮您把药物调整到最适合您当下年纪与体质的黄金剂量。如果您开始觉得疲倦感异常沉重，头昏眼花，手心脚底老是冰冷，请别轻易的把它们归咎于人老了本来就会这样，那很可能是血压已经过低，身体在向您发出的求救讯号。请务必拿出您的血压计，立刻确认一下数字。紧接着是第二个同样极度危险的误区，那就是靠着自己的感觉在吞药。在临床上碰到太多这样的情况了，有些人一早起床觉得头有点重重的，脖子紧紧的，整个人昏昏沉沉，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一定又是血压飙高了，然后连早餐都还没吃，连血压也懒得量，就急急忙忙的先把降血压药给吞下去，以为这样做就绝对安全了。这个举动其实跟走钢索一样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类的感觉有时候和身体内真实的生理数据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如果您也曾经这样做过，今天必须很严肃地跟您说，这不是谨慎，这是一种带着爱惜自己之心却铸成大错的误解。请不必懊恼，请不必自责，但我们必须立刻停止这样做。那份出自于对健康的焦虑，反而最容易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很多长辈常误以为觉得累就等于血压高，但疲劳绝对不等同于高血压。有时候单纯只是因为晚上没睡好，白天水喝太少，体内有轻微的脱水，或者只是起床时姿势变换得太快了，导致血液一时间打不上脑袋，才引发了那种晕眩沉重的倦怠感。假如那一刻您的血压不但不高，甚至还偏低，而您却在没经过测量的情况下又吞了一颗降血压药，这无疑是把已经偏低的血压推向更危险的深渊，极可能引发急性低血压。听众朋友，您要知道，发生在年长者身上的低血压不是只有头晕、眼前发黑那么简单，它可能让您瞬间双脚无力，连人带倒在地，导致严重的外伤甚至骨折。更可怕的是，当血压过低，心脏打出的血液根本无法顺利灌流到大脑，脑细胞一旦长时间缺氧，随之而来的就是缺血性脑中风。很多长辈私下都曾自信地说，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什么时候血压高我感觉得到。但感觉是会被情绪欺骗的，感觉是会被环境欺骗的，唯有血压计上那冷冰冰的数字才是最客观、最不会手软的第三只眼。急诊室中有将近40%的急性低血压患者，追根究底都是因为凭感觉自行服药，完全跳过了测量血压这道保命的手续。那我们该养成什么样的好习惯呢？第一，请您务必做到绝不因为觉得累就吞血压药。当疲惫感袭来，先别慌，找张舒适的椅子坐下来，慢慢的喝一杯温开水，闭上眼睛深呼吸几次，让身体稍微平静一下，接着拿起血压计测量，只要数值落在您的目标范围内，就算当下有些不舒服，也千万不要贸然补吃任何降血压药。第二，建立起一套固定的服药仪式，最好的服药时机是在用完早餐后15到30分钟，并且绝对是在量完血压之后才服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座精密的生理时钟，
让药物在固定的时间、安定的条件下进入体内，它才能发挥最平稳的功效，让血压曲线维持得像平静湖面般不起波澜。除了正确用药，日常生活的根基才是血压稳定的关键。请努力做到早睡，最好能在晚上10点前就躺平休息。睡醒后别像年轻人一样弹起来，记得先侧躺一下，慢慢坐起身，双脚垂在床沿，稍等个半分钟，再缓缓站起来。3餐要定时，尤其是早餐，那是稳定一天血压的基石，千万不能省略。最后，试着保持心情的从容，保持一种豁达，避免过度的情绪波动，避免无谓的烦恼，那才是稳定血压最温柔的力量。接着，我们要谈的第3个错误，也是在诊间常常上演的戏码，那就是自行加药，强求完美。许多听众朋友只要在家一量，看到血压计屏幕上跳出稍微偏高的数字，心里立刻警铃大作，觉得这个数字太难看了，自己的血压就该像年轻人一样，维持在最完美的标准。于是也不先打个电话问问医师，就把原本1天1颗的药自己偷偷的加成2颗，或者自己发明一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逻辑，觉得中午好像比较高，就自己把药包一半，在中午多吞1次。这个力求完美的心态，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在为健康加分？但在医学上，这却是一脚踩进了自己挖的陷阱。对于年长者而言，血压控制绝对不是数字比赛，我们真的不需要把血压逼到像年轻人那样的水平。对于65岁以上的长辈，能够把收缩压稳定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就已经是非常理想，可以大大降低心血管风险的安全范围了。当我们执意用蛮力，用过量的药物硬把血压往下压到不属于这个年纪该有的低点时，身体立刻就会面临一场缺血危机。血压是心脏把血液推送出去的压力，压力不够，血液这辆补给车就开不到，高高在上的大脑开不到，每日辛苦过滤的肾脏也开不到双脚最末端的微血管。您可能会开始发现自己怎么老是头重脚轻，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非常不稳，晚上入睡困难，睡眠很浅，多梦紊乱，就算大热天里手脚依旧冰冷的难受，或者被一股说不上来挥之不去的疲倦感紧紧缠住。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因为血压过低造成的隐性脑缺氧，它不会让您感觉疼痛，却像一块橡皮擦，一天一点悄悄抹去您清晰的记忆，让反应变得迟钝，甚至加速脑部的退化。国内外的好几份重量级研究都提出了警讯，年长者的收缩压如果长期被压制在过低的水平，其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反而比那些血压维持在正常偏高的人要高出许多。这再说明了同一件事，血压绝对不是越低就越棒，真正的好血压是那个最适合您个人、最适合您年龄、体质与血管弹性的合一平衡。不止如此，自行加药对心脏和肾脏更是一场无情的重伤害。当血压被硬生生打到过低，流经肾脏进行过滤的血流量就会像在旱季一样急剧骤减，长期下来，肾脏会因为灌溉不足而逐渐纤维化，功能衰退，一步一步走向肾衰竭的黑暗深渊。有时等到症状浮现，往往已经到了必须终身洗肾的地步，那可是对身体与心灵都极其沉重的巨大负担。同时，为了代谢这些多余的药量，肝脏要拼了命的加倍工作，代谢系统一旦乱了套，心率也很容易跟着变得乱七八糟。所以再次关切的呼吁，请您绝对不要因为一时对数字的紧张，就扮演起医师的角色，自行调整剂量。即便某天测量时血压比平常高出了一些，也请放宽心，血压本来就是一条波动的曲线，心情紧张、天气变化，甚至只是午餐喝了一碗热汤，都可能让它暂时起伏。如果发现血压稍微偏高，您应该做的是在接下来的3到4天固定在同一个时段测量，并老老实实的记录下来。带着这份记录
回去找您的主治医师，让他为您做出最专业、最宏观的判断。与此同时，请务必配合定期追踪，每半年到1年确实抽血检验肝肾功能，检验电解质，这就是为您的用药安全筑起一道最坚实的防火墙。说到这里，想真心跟一路陪伴到这里的听众朋友说声谢谢。如果今天的内容让您稍微停下脚步，重新思考了用药的意义，那就是我们持续分享的最大动力。在我们进入最后一个，也是最多人忽略的陷阱之前，想邀请您顺手分享，把这段内容分享给您身边可能正为了吃药苦恼的亲人或邻居。我们接下来的这第4个误区，几乎和每一位身上带着多种慢性病的长辈朋友都有关，那就是落入药物大乱斗的陷阱，随意混搭过多的药品。随着年纪增长，家里的药袋药罐是不是也跟着越堆越多？这确实是许多长辈难以逃避的现实。抽屉一打开，有血压药，有血糖药，降血脂的，保护关节的，固胃肠的，还有亲戚朋友出于好意推荐的各种维他命、各种保健食品，固筋骨的偏方，或者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中草药茶包。如果您现在正把这些全部混在一起，一股脑的往肚子里吞，必须沉重地告诉您，这简直是在体内举办一场危险的化学派对，我们称之为多重用药陷阱。在这座身体的化学工厂里，不同药物的成分是会互相影响的，有的药相遇，效果会强烈到变成低血压或低血糖，有的药配在一起，却会互相抵消，让您吃了等于没吃。最可怕的是，有些组合还会产生新的毒性，缓慢的伤害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肝脏与肾脏，而身为主人的我们却完全被蒙在鼓里。当你每天吞下这么多五颜六色的药丸时，我们常常会自我安慰，觉得这是在面面俱到的保养身体，却浑然不觉体内正在上演一场无声的星际大战。这种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用肉眼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它会导致心律不整，会导致意识不清，或是突然间的晕厥、跌倒。由于长辈们的肝脏代谢与肾脏排毒能力本来就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衰退，这些多余的无法被顺利排出的化学物质就会一点一滴累积在身体里，形成慢性中毒。久而久之，那些我们原本期望用来治病的药丸，反而成了拖垮健康的元凶。为了平安地度过晚年，不被药海淹没，想传授您几道保命的护身符。第一道护身符，凡是将药吞下肚的任何东西，哪怕只是一颗别人说吃了精神百倍的保健食品，在您请教过医师或药师以前，都不要轻易加入日常菜单。很现实的一点是，隔壁邻居吃了有效的仙丹，对您可能就是无解的毒药。我们每个人的病历背景完全不同，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您。第二道护身符，每次去医院或诊所回诊，请带上一个大袋子，把您目前正在服用的所有东西全部装进去，强调是所有东西，包括医师开的处方药，自己去药局买的成药，还有那些瓶瓶罐罐广告词说的天花乱坠的保健品。只有让医师完整看到这全部的阵容，他才能从中抽丝剥茧，找出是否有重复用药，或哪些药物正在互相打架，进而帮您去无存精，留下最必要、最安全的组合。第三道护身符，问清楚每一种药的正确吃法，哪一颗一定要空腹，哪一颗必须是饭后马上吃，哪些药之间至少要间隔2小时才能服用。这些小细节全都是决定药效与安全的大关键。千万不要用牛奶，不要用茶叶、茶水，不要用酸甜的果汁来配药，那可能会让药效瞬间归零，甚至产生毒性反应。建议您拿一张大大的纸，用麦克笔把吃药的时间与注意事项清清楚楚地写下来，贴在冰箱门上，贴在每天一定会看到的茶几上头。最后一道护身符，
如果您每天都固定吃超过3种以上的药品，请务必养成习惯，至少每半年做一次肝脏和肾脏功能的血液检查。就这么简单的抽医管血，您的医师就可以判断您的肝肾是否已经在无声的抗议，是否已经因为药物负荷过重而亮起红灯。及早发现永远是阻止伤害扩大的不二法门。千万不要等到您的双脚开始水肿，小便颜色变得深如浓茶，或是整个人疲倦到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时，才强撑着到急诊报到。到了那个田地，医疗所能做的往往就变得非常有限且棘手了。有一句真心话想送给各位长辈朋友，我们努力控制3高，让我们一起把这份对生命的温柔与敬意传递到每一个角落。愿每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都能拥有不被焦虑绑架的自由，在陪伴下安然度过充满爱与希望的每一天。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从身体的血压数字一路聊到了心灵的水位刻度，希望这段分享能像一杯温热的茶，暖暖地流进您的心底。节目不仅是探讨疾病，更是陪着听众朋友一起梳理生活，一起找回内心深处的力量。如果您在用药上还有任何的困惑不安，或者想要深入了解更多个人化的健康对策，也欢迎您寻求专业团队的协助。随时准备好张开耳朵，倾听您的烦恼，陪您一起找到那条最安心、最正确的健康之道。最后，代表整个团队，深深感谢各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静心听我细细地讲完这一切。祝愿您日日平安，新的力量永远年轻。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里必须向各位强调一项重要声明，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故事与所有的反思，纯粹为了提供教育与心灵启发之目的而创作，期盼能为您的日常生活注入一股温暖的力量，但这绝非用来取代专业的医疗诊断与建议。若您有任何医疗需求，若您有身体上的不适，请务必咨询合格的专业医师，由他们来为您制定最适合您的治疗方案。愿您每一天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与丰盈的灵魂，平安喜乐。